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美国人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用从未学过的医学术语准确描述病人体内的病变。他在1929年警告朋友们抛售所有股票，躲过了那场让无数人倾家荡产的大崩盘。他预言希特勒会掌控德国并发动世界大战，预言中国会崛起为超级大国。这些在当时听起来荒诞不经的话，后来却一一应验。这个人就是埃德加·凯西，美国历史上最神秘的预言家。在他留下的14份解读记录中，有一部分专门描述了2025年之后的世界。加利福尼亚州断裂成150个岛屿，日本大部分地区沉入太平洋，中国沿海城市被海水吞没，欧洲北部消失在波涛之下。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这些预言来自普通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凯西此前的预测准确率高得令人不安，他预言了2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始与结束，2位美国总统的死亡，甚至包括俄罗斯摆脱共产主义的时间。当一个人的预言屡屡应验时，他对未来的警告就不得不让人认真对待。凯西1877年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期的他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特质。11岁那年，他在森林中经历了改变一生的奇遇。一位发光的女性形象出现在他面前，询问他的愿望。小凯西的回答出人意料：我想帮助生病的孩子们。这个愿望很快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一次因为学习成绩糟糕被叔叔责骂后，疲惫的凯西趴在课本上睡着了。醒来时，奇迹发生了。他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整本书的内容，仿佛知识直接烙印在了他的大脑里。更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他少年时期，一次农场事故导致凯西背部严重受伤，医生宣布他可能终身瘫痪。就在全家陷入绝望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凯西突然开口，详细说出了一个草药药剂的配方。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家人按照他的指示制作了药物。第二天早上，凯西完全康复了，仿佛那场严重的事故从未发生过。成年后的凯西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天赋。1901年，他因为严重的喉炎失去了声音，遍访名医都无法治愈。绝望中，一位朋友建议他尝试催眠疗法。在催眠状态下，凯西不仅恢复了说话能力，还准确描述了自己喉部的病理状况，并给出了治疗方案。醒来后执行这个方案，他的喉炎彻底痊愈了。这次经历开启了凯西作为医疗透视者的生涯。1902年，一位年轻女子头部遭受重创，多位医生都认为她生存希望渺茫。凯西在她特有的睡眠状态下检查后指出，问题的根源不是脑损伤，而是第3节脊椎错位压迫了神经。按照他的建议进行脊椎调整后，这位女子在几个月内奇迹般的完全康复。凯西的名声逐渐传开，但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从不收取任何费用。他白天在照相馆工作维持生计，晚上和周末为需要帮助的人进行解读。在那个医学相对落后的年代，凯西通过他神秘的能力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然而凯西的能力远远超出了医疗领域。1929年春天，美国经济一片繁荣，股市节节攀升。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财富增长的喜悦中时，凯西突然向他的朋友们发出严厉警告：立即卖掉所有股票，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灾难即将降临。大多数人对他的警告嗤之以鼻，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怎么可能崩溃？但那些相信他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庆幸不已。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降临，股市崩盘。
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那些听从凯西建议的人保全了财富，而忽视警告的人很多，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凯西对国际局势的预见同样准确。1935年，当希特勒还只是德国政坛上的一个新面孔时，凯西就断言这个人将完全控制德国，并会发动一场源自德国境外的战争。他还预言，德国、奥地利和日本将结成军事同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预言听起来完全是天方夜谭。然而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凯西的预见。希特勒1933年上台，1938年吞并奥地利，1940年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署，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与凯西的预言惊人的吻合。凯西还准确预言了美国2位总统的命运。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1944年就指出这位总统活不过1945年春天。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温泉疗养地突然去世，距离二战结束仅有几个月。对于约翰·肯尼迪，凯西在这位年轻总统上任之初就暗示他会遭遇不测。1963年11月22日，达拉斯的枪声震惊了世界。凯西的预言再次不幸言中，但在所有预言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中国的预测。在1940年代，中国还处于战乱和贫困之中，凯西却断言中国将成为新文明的摇篮，这个古老的国度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他甚至预言中国最终会成为基督教的重要中心，尽管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预言。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怎么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崛起速度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从世界工厂到科技创新大国，从区域性力量到全球第2大经济体，凯西的预言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凯西对俄罗斯的预言同样引人深思。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他却称俄罗斯为世界的希望，并明确指出这种希望不会通过共产主义实现，而是通过自由。他预言俄罗斯将摆脱共产主义的束缚，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凯西的预言再次得到验证。除了这些已经应验的预言，凯西留下的最令人不安的预测涉及地球的未来。他描绘了一幅地质巨变的图景，时间指向21世纪中期，特别是2025年之后。根据凯西的预言，太平洋沿岸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部分地区将在一系列地震中断裂。太平洋板块的剧烈运动将使西海岸形成150多个新岛屿。内陆的内布拉斯加州、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将成为新的沿海地区。日本的命运更加悲惨。凯西预言，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将沉入海底，只有少数高地能够幸存。考虑到日本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每年发生数千次地震，这个预言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沿海地区同样难逃厄运。上海、广州、深圳这些繁华的沿海城市都将被上升的海水吞没。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也会消失在波涛之下。凯西建议亚洲的居民向内陆高地迁移，特别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欧洲的变化同样剧烈，北欧国家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将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零星的岛屿。英国从苏格兰到英吉利海峡的大部分土地将被海水淹没，只有伦敦和伯明翰等地的高地能够幸免。爱尔兰将几乎完全沉没。凯西还预言了一些看似积极的变化，南极洲的冰盖将完全融化，
露出下面肥沃的土地，成为适合农业的新大陆。澳大利亚虽然会失去1/4的土地，但内陆的沙漠将变成适合耕种的平原。新西兰不仅能够幸免于难，面积还会扩大，最终与澳大利亚相连。对于美国，凯西的预言详细得令人不安。东海岸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淹没，纽约、波士顿、费城这些大城市都将消失。五大湖将与圣劳伦斯河合并，形成一个巨大的内陆海，通过扩大的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凯西指出，这些变化的触发信号是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和马提尼克岛的培雷火山同时剧烈喷发。值得注意的是，埃特纳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喷发频率明显增加。2021年，它在短短几个月内喷发了50多次。培雷火山虽然自1902年那次毁灭性喷发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但地质学家确认它仍是一座活火山。凯西认为，这些地理巨变将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数10亿人将被迫离开家园，寻找新的栖息地。他特别提到加拿大的某些地区，魁北克、安大略、马尼托巴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难民的避难所。但凯西的预言不仅仅关于物理世界的变化，他认为这些灾难将触发人类意识的大觉醒。面对共同的生存危机，人类将放下分歧，团结起来。物质主义将让位于精神追求，科技发展将与心灵成长达到平衡。凯西特别强调了科技与精神发展平衡的重要性。他警告说，如果人类只追求技术进步而忽视精神成长，科技将成为毁灭而非进步的工具。看看今天的世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引发的伦理担忧，社交媒体造成的心理健康危机，核武器的扩散威胁，凯西的警告似乎正在应验。关于人类的未来，凯西持乐观态度。他预言人类寿命将大幅延长，未来人们活到几百岁将成为常态。虽然这在今天看来仍然遥不可及，但基因编辑、纳米医疗、人工器官等技术的突破，确实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凯西还谈到了古代文明，特别是亚特兰蒂斯。他声称，这个失落的文明曾经存在于大西洋中部，拥有远超现代的科技水平。亚特兰蒂斯人使用巨大的水晶来收集和转换太阳能，这种能源系统为整个文明提供动力。但约12000年前，由于滥用这种强大的能量，引发了毁灭性的地质灾难，整个大陆沉入海底。凯西指出，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逃到了世界各地，一部分人到达美洲，成为某些印第安部落的祖先，特别是切诺基人和印加人；另一部分人到达埃及，帮助建造了金字塔；还有一些人到达了欧洲，创建了克里特岛的米诺安文明。1968年，潜水员在巴哈马群岛比米尼岛附近海底发现了一条由巨大石块组成的道路，被称为比米尼之路。这些石块排列整齐，延伸数百米。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亚特兰蒂斯存在的证据，因为凯西曾预言亚特兰蒂斯的遗迹将在比米尼岛附近被发现。但主流考古学家认为，这只是自然形成的地质结构。凯西的预言也并非全部准确。他最著名的失误是预言耶稣基督将在2000年重返人间。他还预言美国将在1958年发现一种死亡射线武器，类似于毁灭亚特兰蒂斯的能量武器。这些预言的落空提醒我们，即使是凯西这样神奇的人物，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批评者指出，凯西的许多预言使用了模糊的语言，充满可能、也许、大约这样的词汇，使得预言可以有多种解释。
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错误。他曾为几位已经去世的病人进行诊断，却不知道他们已经离世。当被问及此事时，支持者辩称，如果这些人在世时听从建议，就能活下来。但这种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失误就完全否定凯西。他一生进行了14000多次解读，从不收取费用，显然不是为了名利。他的许多医疗诊断帮助了当时医学无法治愈的病人。他的经济预言让朋友们避免了破产。他对世界大事的预见准确得令人震惊。那么，凯西的能力从何而来？他自己的解释是，在进入睡眠状态时，他能够接触到所谓的阿卡西记录，一种包含了宇宙中所有信息的能量场。在这个状态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界限变得模糊，他能够读取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信息。这种解释在科学上无法证实，但有趣的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些理论似乎为这种可能性留下了空间。量子纠缠现象表明，相隔遥远的粒子可以瞬间相互影响。弦理论提出存在我们感知不到的额外维度。也许凯西真的接触到了某种我们还不理解的信息维度。研究凯西现象的学者提出了各种假说。有人认为他具有超常的直觉，能够从细微的线索中推断出准确的结论。有人认为他可能有某种形式的遥视能力。还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加上选择性记忆。人们记住了准确的预言，忘记了错误的。但这些解释都无法完全说明凯西现象的复杂性。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如何能够使用准确的医学术语？如何能够描述他从未见过的病人的内部器官？如何能够预见几十年后的世界大事？凯西的遗产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人类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我们对意识的理解是否只触及了表面？在日常意识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认知状态？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科学家和哲学家。面对凯西的预言，特别是那些关于未来的警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是恐慌地为世界末日做准备，还是完全忽视这些预言？理性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对待预言中包含的警示，但不被恐惧支配。凯西关于气候变化和地质灾害的预言与当代科学家的警告有诸多相似之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多，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即使没有凯西的预言，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些挑战。凯西关于精神觉醒的预言同样值得深思。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却精神日益贫瘠的时代，人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疏离。社交媒体连接了世界，却让人们更加孤独。也许凯西所说的精神转型，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关于2025年，凯西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或时间，只是暗示从这个时期开始，变化的速度会加快。与其担心具体会发生什么，不如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准备。这种准备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凯西一生的故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许不是他的预言能力，而是他的人生态度。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名利双收，却选择了无偿帮助他人。他本可以成为神秘主义的教主，却始终保持谦逊。他展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无私、慈悲，对他人苦难的关怀。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都在寻找答案。凯西的预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最终的答案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寻找。无论2025年会发生什么，无论凯西的预言是否会应验，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在塑造着未来。也许这就是凯西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未来不是注定的，而是由我们共同创造的。
与其恐惧未知的灾难，不如把握现在，做出正确的选择。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社会公正，还是探索精神成长，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轨迹。凯西曾说，人类的心灵拥有无限的潜能，也许是时候认真探索这种潜能了，不是为了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或许才是沉睡的先知真正想要唤醒的东西。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及分享。我们下支影片见。